宿舍里的阵营。玉央的宿舍是412，412宿舍有5个是城里的同学，加上庞凤华、王玉央、孔招娣，一共8个，是一个标准间。最活跃、最引人注目的，当然还是赵珊珊。赵珊珊会拉小提琴，还能弹钢琴，是班里的文艺骨干，自然也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了。在老师的那一头，相当的得宠。赵珊珊哪里都好，就是一张嘴招人怨，喜欢给班里的同学起绰号。最早是给男同学，赵珊珊给人起绰号可以说有独特的禀赋，一针见血，最注重神似。起先还觉得有点牵强，但是不能想，越想越觉得像。比方说，他说某某某男生是一只骆驼，果然那个男生的许多动态真的像骆驼了，仅仅比骆驼少一层驼毛，仅此而已。如果在路上遇到了，骆驼对女同学点点头，女同学都要会心的一笑，才像呢。不看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。而某某是一只螳螂，某某是一只猎狗，某某是一只青蛙，某某某绝对是一只癞蛤蟆。至于某某某，正面看不出来，侧面一看，无疑是一只鸡，而且是公鸡，脖子上的那一把一愣一愣的，又机警又莽撞，当然是鸡了。班里的男同学都蒙在鼓里，其实他们早就是一个动物园了。男同学取完了，赵珊珊的才华却用之不竭。接下来自然是女同学，赵珊珊选择了王玉央。赵珊珊对玉央下手，并不是对玉央有什么敌意，只不过赵珊珊太喜欢出风头，特别想炫耀她的那张嘴罢了。这一天的晚上，赵珊珊正在用水，突然问宿舍里的同学：“你们知不知道王玉央像什么？”大伙儿都不说话，想不出来。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想过了，玉央都不太像。熄了灯，赵珊珊自己把谜底揭开了，玉央是一只馒头。这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从动物的身上游离开去，想起了馒头。可不是嘛，玉央的后背，尤其是颈项后面的那一把，确确实实是那么一回事。王玉央是馒头，王玉央的的确确是一只馒头，就这么定下来了。王玉央躺在床上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已经受了伤了。赵珊珊其实是欺负他了，摁着他的脑袋，把屁往他的鼻孔里放。第二天的上午，玉央甚至都没有到食堂，他不愿意看见馒头，想一想都来气。好不容易熬到晚上，玉央突然说：“赵珊珊，你是油条。”一点过渡都没有。赵珊珊翻了一个身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怎么是油条呢？我不是，我不像。你们说我像不像？我不像。”玉央说：“那你是稀饭，就是稀饭。”越说越离谱了，连他自己都知道不着边际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像稀饭呢？赵珊珊干脆都不理他了。玉央的话没有受到应有的呼应，很惭愧，不知道下一步该说什么。还是孔招娣给了王玉央一个台阶。孔招娣说：“睡吧，明天我还要值班呢。”孔招娣也是从乡下来的，暗地里和王玉央还是有一点统一战线的味道，要不然这些城里的丫头也太霸道了，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有点帮衬才行。按理说这一条统一战线里头应该有庞凤华，可是庞凤华的情况要特殊一点，他是小镇上出来的，虽说也是乡下，可是考上学校之前吃的一直是商品粮，倒也是城市户口，不能算乡下人。不过城里的5个女生并不买他的账，嫌他香气，一直也没拿庞凤华当做自己的人。
所以在两个统一战线之间，庞凤华有些犹疑，一方面高攀不上，一方面又心有不甘，并没有明确的倾向与坚定的立场。玉央怎么能指望他的帮忙呢？王玉央的报复没有起到任何效果，受的伤更深了。玉央就觉得自己太没用，他对自己的恨一点也不亚于赵珊珊。庞凤华到底还是走进乡下人这个统一战线里来了，可以说被逼上了梁山。赵珊珊的嘴巴也太没有遮拦了，一点顾忌都没有，他居然把被人偷了这个恶毒的绰号送给了庞凤华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庞凤华的一双鞋，上午出门的时候，李东记得把自己的松紧口鞋子放在窗台上晒太阳的，到了傍晚却发现自己的松紧口被人拿下来了，换成了一双球鞋。李东一看球鞋就知道了，绝对是庞凤华做的鬼。李东把窗台上的球鞋扔在地上，随口说：“谁的破鞋？”赵珊珊接过了话茬，又开始卖弄他的聪明了，说：“李东，你不是说了破鞋吗？当然是被人偷了。”李东原来是有些生气，听赵珊珊这么一说，反而开心了。被人偷了，这不是庞凤华又是哪个？庞凤华这个破鞋被人偷了，这个说法既解气又俏皮，特别的意味深长。庞凤华的绰号就是他了。当然，这个玩笑只能在小范围里头说说，倒也蛮好玩的，不能随便说。要是传出去，就有点不太像话了，太轻佻了，不是他们这个岁数的女生可以说的话，都有点下流了。